中国选手擂台大爆发，开局仅用10秒一记侧踹，直接将老外踹得怀疑人生，就连现场解说和台下观众都惊呼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中国选手如此勇猛？只因来自河北的田心首次登上昆仑决，就遇上了职业生涯中最强大的对手，此人就是波兰的搏击冠军卢卡兹·布拉维奇。他年仅29岁，就凭借着丰富的擂台经验和犀利的拳脚组合，称霸了波兰拳坛。不仅有着114胜13负44次 KO 的耀眼战绩，还曾获得过3届 K1 波兰冠军。就连日本狂犬西川智之也被他打得躺尸擂台，险些进入梦乡。超高的 KO 率和获胜率让他是波兰名副其实的第一猛将，因此根本就没有将中国功夫和中国选手放在眼里，来势汹汹跑来中国，只为彻底打开波兰在中国的搏击市场。然而中国选手田心也并不是什么等闲之辈，虽然职业战绩和擂台荣誉与波兰悍将相差了一大截，但却抵不住他有着想要为国争光的一腔热血。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，田心完全没有丝毫退缩，发誓一定要用自己的拳头打出中国精神和中国实力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让我们来看田心是如何暴揍波兰悍将的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黑色短裤是中国选手田心，红色短裤则是波兰悍将卢卡兹。田心人狠话不说，开局仅用10秒时间，一记侧踹直接给了老外一个下马威。迅速起身的卢卡兹连忙张开双臂，证明自己可以继续比赛。不得不说，田心这一脚实在是太精彩了。如果不是老外的抗击打能力比较强，那么绝对可以瞬间将他打得躺尸擂台。而气急败坏的卢卡兹貌似是觉得丢了面子，开始拿着拳头率先逼近田心的内围，施展拳脚。然而散打出身的田心对中远距离控制得非常好，不是在用腿法限制对手进攻，就是在向后拉扯，保持安全距离。时间会很紧密。对。卢卡兹不愧是波兰拳坛第一猛将，连续的步伐压制和成熟的打法战术在擂台上非常具有威慑力。占据着擂台中央的他，无时无刻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田心的内围。反观田心，只能暂且游走在擂台边缘，且战且退，避其锋芒。不过这种后退并不是一退再退，而是在防守的同时寻找机会打出防守反击。然而貌似是卢卡兹对田心的侧踹产生了不小的阴影，不仅加强了头部的防守，还保持高度警惕，以免再次吃亏。而且呢，田心2拳1腿再次将卢卡兹打了一个措手不及，之后又衔接侧踹上头，也是让卢卡兹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散打出身的田心不仅对中远距离控制得非常好，还能熟练运用各种散打招式，连续几记精准侧踹，如果是其他人不说击倒 KO， 那肯定也打了一次读秒。然而从卢卡兹身上的纹龙画虎就知道，这家伙绝对是个狠角色。打出的拳头对他造不成伤害就算了，还在不断的加强进攻攻势。看来田心今天必须是要拼尽全力了。出来那样效果 boss。对，为什么叫伐木人？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卢卡兹的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仍然非常强烈，一上来就再次移动步伐，将田心逼到围绳边。要知道，就连日本狂犬西川智之都是他的手下败将，更何况两人还有着几乎相差5倍的擂台经验。虽说田心在中国格斗界也是一张响亮的王牌，但在强势来袭的卢卡兹面前，却也显得黯然失色。奈何在擂台上比拼的不只是双方的经验，而是更加考验双方对体能的分配和对细节的处理。和猛打猛冲的卢卡兹相比，田心则表现得非常从容镇定。那仅仅是游动。田心在有意的控制一下节奏，只要田心抓住机会，那么毕竟是连续的组合拳朝对手的头上招呼。这场比赛对两人来说都至关重要。作为16强晋级赛，只要能赢下比赛，那么就有希望争夺冠军。然而对于首次参加昆仑决的田心来说，则更加重要。他自然想打个开门红，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一个完美的开始。从比赛开始到现在，卢卡兹都掌握着比赛的局势，看似他拿到了不少的有效点数，但实则两人的比分却不相上下。这场比赛想以 KO 夺得胜利，肯定是有些困难的，只能尽量打出有效进攻来拿到更多的点数。高，对。好，高扫腿。此时田心貌似是体能出现了问题，面对对手的持续进攻，只能做出简单的防守，却根本打不出防守反击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那很可能被对手用重拳直接 KO。看来卢卡斯还真是一个难缠的家伙，不是在逼近田心的内围，就是在向前施加压制力。然而田心作为中国70公斤级数1数2的人物，抗击打能力自然也非常过关，最起码到现在并没有出现任何站不稳的情况。他必须要尽快恢复体能，进入比赛状态，不然基本上就和胜利无缘了。80公斤的世界，我很担心田心的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两人一上来仍然打得非常激烈，比赛的节奏也被两人早早就带入了白热化阶段。
而田心也开始加强了进攻的攻势，想要在比赛的最后抢夺点数。毕竟前2个回合他们打得旗鼓相当，此时谁能赢下比赛第3回合就显得非常关键。不过田心在擂台上的表现确实也让人眼前一亮，面对波兰的悍将，不仅不畏惧和对手拼拳换脚，还能打出防守反击和防守还击。中国选手无论是方便还是邱建良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即使场上火光四射，他们依然可以保持什么清晰的头脑。那么作为中国散打界的王牌田心亦是如此。离刚刚回来之后，哎，好的，后手。场上的局势和前2个回合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此时掌握了比赛节奏的田心也拿到了更多的有效点数，无论是拳头的密度还是精准度都直接甩了老外几条街。然而几乎3个机会的激烈对拼让两人体能都已经消耗殆尽了，双方都是在咬着牙强撑着继续为荣誉而战，那么比赛的结果就显得非常重要，毕竟谁也不想火拼3回合最终再输掉比赛。应有使用判定。田心抓住机会，一记转身后蹬险些将老外踹出擂台。如果不是有围网围着，那么卢卡兹说不定已经退回波兰了。不得不说，中国小将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，尤其是腿上的动作，每次出腿都能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。虽然并没有将对手打一个读秒，但这种势大力沉的打击却可以给裁判留下一个好印象。掌握了大比分节奏的田心优势越来越大，此时卢卡兹想要赢下比赛，除非直接将田心 KO， 不然基本上就是必败无疑了。又一高手，2个都挂到了。对，后手。3个回合的比赛终于结束了，两人都已经累得气喘吁吁、筋疲力尽，足以看得出来，双方都为这场比赛拼尽全力了。可能此时对他们来说，胜利是一方面，最重要的是他们打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。俗话说，比赛常有，而知己难逢。两人说不定也是一种缘分。最终，田心成功以点数优势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大家觉得中国选手田心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